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65岁老人坦言，老伴临终前让我牢记一句话：照着做，晚年生活幸福。如何才能够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幸福呢？估计有的人就这样说了，这还不简单，只要老人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子女好点，竭尽所能去满足子女的一切要求，同时老人在平时也要努力和子女搞好关系，不要和儿女发生任何的矛盾冲突。这样的话，老人在晚年有子女照顾，老人的晚年生活这样就会过得幸福。从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可是在更多的时候而言，我们有些做子女的，就算老人平时对他们再好，那么他们也不见得在晚年就会尽心尽力、心甘情愿地为老人来养老，甚至于有些更加过分的子女，非但做不到这点，反倒是他们还会把老人当成累赘来看待。如此一来，老人的晚年生活又怎么可能会过得幸福呢？或许是早就会料到自己今后也会有这样的不好的下场，因此我们很多睿智的老人就早早的为自己今后的晚年生活做好了打算，真正让自己的愿望得以真正实现。65岁的杨大妈就坦言道，老伴临终前让我牢记一句话，要照做，晚年必能幸福。而事实的确如此，这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故事吧。我叫杨秀琴，今年已经65岁了。我不知道别的老人在晚年和子女的关系如何，那么作为我自己来讲的话，现如今我已经有差不多3年时间和儿子没有任何联系和来往了，而且儿子还是我唯一的子女。虽然我也不想这样，可是这全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年轻时我和老伴结婚2年后，我们就有了现在的这个儿子。当时我和老伴2个人都是非常高兴，那么从小我们俩就对这个儿子特别好，只要他有需要，我们都会尽力的去满足他的要求。尤其是在我对待儿子这个问题上面，我真的可以说是哪怕他要天上的星星，我都会想方设法的给他去摘。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可以说从小到大我从来就没有享受过父母对我的爱，所以有了儿子，我自然就想对他好点，不想让他重走我以前的老路。可反观老爸，他并不想让我对儿子太过的溺爱，他说我们只要对儿子差不多就行了，要是对他太过于溺爱的话，这更多的时候就会害人害己。可我却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而是依旧我行我素。直到后来我才发现，老伴的话还是挺有道理的。一晃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儿子也正式参加工作，可以自己挣钱了。平时儿子挣的钱都是他自己花，我们俩可没有花过他1分钱。几年后儿子要结婚了，这时像买婚房、掏彩礼、办酒席等诸多的事情都需要用钱，而且这笔钱并不是一笔小数目。原本我和老伴还想着，儿子都参加工作好几年了，而且他的工资也不算很低，再不济的话他也能拿几万块钱出来，剩下的钱就由我们俩给他出了。可谁曾想，结婚时儿子却说自己手里1分钱都没有，因此儿子结婚时的所有花费就全都是我们俩给出的。虽然我们俩平时勤俭节约，手里积攒有很大的一部分积蓄，可儿子这次结婚就还是让我们俩差点把老底全部都搭进去了。只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老伴就对我说，现在儿子也结婚成家了，我们的使命也完成了，那么以后我们就再也不能在儿子身上花钱了，而且我们俩手里到底有多少钱也绝对不能让儿子知道，毕竟谁也不敢保证儿子将来能不能好好的为我们养老，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给自己留条后路才行。
要是将来儿子靠不住的话，只要我们手里有钱，我们就可以完全的靠自己来养老。当时老伴的这番话就让我觉得他这完全是多虑了，因为在我看来，自己亲生儿子怎么可能会靠不住呢？何况一直以来我们都对儿子掏心掏肺的，所以将来无论如何，他都会好好的为我们俩养老的。如今我才发现，老伴当初的做法究竟有多明智。11年前，我从单位正式的退休，本来我的计划是，退休后我就开车带老伴去自驾游。为此，我早就考下了驾照，而且平时我还总是不停的在练习自己的驾驶技能，目的就是在以后的日子里面，能和老伴一起去好好的享受生活。可就在我一切都收拾妥当，正准备出发时，老伴却突然生病住院。本来我还想着老伴的病应该没有什么事，他在医院顶多住个10天半月，身体就能够痊愈了。可谁曾想，老伴的病情却特别严重。他在医院前后后大概住了2年多的时间，最终还是因病去世了。当时老伴抢先一步离我而去，让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可我再怎么难受也于事无补，我只能勇敢面对这一事实。只不过老伴在离世之前千叮万嘱的，以后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把自己手里到底有多少银行存款告诉儿子儿媳，他担心儿子儿媳靠不住。这句话我必须要时刻的铭记在于心。后来儿媳就给我生了一个孙子，这时儿子就给我打来电话，他说反正我在家没什么事情，他就让我去帮忙干些家务活什么的。一想到我有孙子了，我也没有多想其他的东西，我立马就收拾行李去了儿子家。可说是让我帮忙干家务活，倒不如说这所有的家务活全都交由我一个人来干更为确切一些。因为每天我不是抱孙子，就是要洗衣做饭、擦桌抹凳。说句不客气的话，我每天只要一睁开眼，就会有一大堆的事情在那里等着我去做。我感觉自己活得连个保姆都不如。这还不算，我每天累得腰都快直不起来了。可儿子儿媳非但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反倒是他们还对我做出更加过分的事情来。自从我到儿子家以后，刚开始的时候，儿子每月还给我拿3000块钱的生活费，这生活费根本就不够，我每月还需要再贴补1000多块钱才行，这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可后来儿子居然1分钱生活费都不给我拿了，没办法，我就只好把自己所有的退休金都全部拿出来当生活费。有时生活费实在是不够用了，我就想让儿子给我补贴，可儿子非但不给我补，他还说什么我都自己明明有钱，给他要什么钱？他没钱，让我自己想办法。儿媳就更别提了，他自然就是站在儿子的那边，不会替我说话。儿子儿媳如此的态度，让我的肺都快要气炸了。我就想着，既然儿子儿媳以这样一副嘴脸来对我，那我就完全没有必要在他们的家给他们当什么免费保姆了。只要孙子上了幼儿园，我立马就从他们家里离开。但是当孙子真正上幼儿园之后，儿子儿媳就依然不同意我离开。他们的理由是，孙子上幼儿园需要人接送，我必须要等孩子上完幼儿园，升入小学了，我才能离开。我本想就此一走了之，不跟他们过多的说那么多的废话，可考虑再三，我只好同意了。虽然说在带孙子上幼儿园期间，我一直都非常的用心尽力，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更是从来都没有对儿子儿媳有任何的不满情绪。可儿子儿媳非但不领情，也不感恩，反倒是他们平时不是处处为难我，就是故意给我甩脸子看。不知道的人还因为我欠他们的。儿子儿媳平时如此对我，可我并没有跟他们过多的计较，而是一直的选择了容忍。因为我还对儿子儿媳将来能为自己养老抱有一丝的幻想，同时我也怕自己跟儿子儿媳的关系闹僵了，
进而影响到我跟孙子之间的日常来往。直到5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去接孙子放学，本来我看天气预报是晴天，可没想到我骑车带孙子走到半道时，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虽然我已经用了最快的速度骑车把孙子接回了家，可是我和孙子身上还是全都湿透了。我和孙子回家后，正准备换上干衣服，这个时候儿子儿媳就下班回来了。他们一见我和孙子现在的这个样子，儿媳立马的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把我给狠狠的数落了一顿，说我白活这么大了，要是把他儿子淋出病来，他绝对跟我没完。孙子淋雨我也很心疼，而且我也没有料到今天会下雨，要不然我肯定会带伞的。关键是我和孙子2个人都淋雨了，怎么没人关心我？难道我不是人吗？于是我立马就跟儿媳吵起来了。儿子非但不帮我，还跟着儿媳一块说。我一想到自己这些年在儿子儿媳家所受到的种种委屈和不满，我的心里就真是五味杂陈。同时我也彻底打消了以后靠儿子儿媳给我养老的打算。紧接着我当天晚上就连夜打车离开了儿子儿媳家，然后又重新回到自己的老家生活。回到老家，我接连痛苦了好几天，因为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在儿子儿媳家每天做牛做马的，到头来却沦为如此的下场。我实在是不甘心。但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我也想开了，见他们俩靠不住，那我就靠自己算了，我又不是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再后来我就把自己以前的那套老小房子给卖了，然后又添了30多万，在离医院、公园、学校和菜市场等的比较近的小区买了一套90平米的电梯房。这套房子刚装修不久，直接拎包入住就可以了，我非常满意。我都想好了，我手头的存款存在银行，1年能有3万多的利息，再加上我每月还有5000多块钱的退休金，这样算下来的话，全年9万多块钱的收入，满足我的日常生活完全是绰绰有余的。万一我将来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就花钱雇请一个保姆来照顾我。当初在离开儿子儿媳家时，因为我以后不准备靠他们来养老了，所以我就把旧房子卖掉，然后又买了一套新房子。这件事情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我这样做也是害怕他们知道以后中间再生什么事端。可谁知道后来他们俩还是知道了。一天我正在屋里看电视，这时儿子儿媳就买了一大堆的礼品找上门来。他们俩先跟我说了不少的客气话，然后他们俩又不停地向我道歉，说自己当初的做法确确实实太过分，让我千万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本来我还很高兴，并且我都已经完全做好了原谅他们的准备。可紧接着儿子儿媳就以自己现在的生活遇到了困难为由，让我借20万钱给他们。他们的这一做法立马让我警觉起来，感情他们来看我是假，想跟我要钱才是真的。但这次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去迁就他们了。所以他们的话音刚落，我随之就把他们赶出了家门。最后他们俩就只好愤愤不平地离开了。从此之后，我和儿子儿媳之间已经有3年时间没联系了。但我觉得就算这样，我也没有做错什么。那么你们觉得我这样做法对吗？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